上节课呢，我给大家讲了直线和抛物线的位置关系，我们曾经做了4道题。这节课呢，我们再做一道题啊，继续消化一下这个知识点。首先，大家看这个例题5，已知设抛物线 y 方等于 2x 啊，点 A 点 B 的坐标给了，经过点，我先把这个图画出来。整理已知 y 方等于 2x， 它符合 y 方等于 2px 型。这是开口朝右的抛物线 ，2p 等于2，p 就等于1，所以p 它是等于1/2的。这是开口朝右的抛物线。这是交点 F， 点 A 的坐标是2逗0，它是在 x 轴上的点，这是点 A，2逗0。点 B 的坐标是-2逗0，它们俩是对称的，所以点 B 的坐标这是-2逗0。经过点 A 的直线 L 和抛线交于 MN 两个点，看来我用不上这个交点 F。既然不用交点 F， 我就把它擦掉啊，免得呢对我们分析问题造成干扰。经过点 A 的直线 L， 它和抛物线 C 交于 MN 两个点。第一个问，当 L 直线垂直于 x 轴的时候啊，好吧，我重画一个，这是开口朝右的抛物线，这是点 A 的坐标2逗0。经过点 A 的直线 L 和 x 轴垂直，我得到的是这条直线，这是 L 直线。当它垂直的时候，点 B 呢，坐标和点 A 是对称的，它是-2逗0。这个 L 直线和抛物线交于 MN 两个点，我求直线 BM 的方程。我要求直线 BM 的方程，那么我已经知道点 B 的坐标，我只需要知道直线 BM 的斜率就可以了。点 B 的坐标我已经知道了，点 M 的坐标呢，由于 L 直线是经过点 A 垂直于 x 轴的，所以它的横坐标也是2。横坐标是2，带到这里来 ，y 方等于4，所以 y 呢也是2。所以点 M 的坐标我们也求出来了，这样呢 ，BM 这条直线的斜率就是纵坐标之差2减0除以横坐标之差2减-2，2加2等于4，4/2，所以它的斜率是1/2。BM 这条直线点 B 知道，所以点斜是 y 减0等于1/2倍的 x 减-2，x 加2等于1/1x 加1。所以呢，这条直线要写成一般式，就是 x 减去2y 加上2等于0，这个就是 BM 这条直线的方程。x 加2y 加2等于0。接下来第二个问啊，这个就是斜率存在的，它不垂直于 x 轴了。当然，如果它垂直于 x 轴的话，我一连啊，他说角 ABM， 角 ABM 是这个角，和角 ABN 它当然是相等的，因为它是对称的，抛物线是关于 x 轴对称的，所以呢，即使我证明它俩相等，你垂直于 x 轴的时候，它俩的确是相等的。那么如果它不垂直于 x 轴，倾斜角不等于90度，也就是直线 L 的斜率是存在的。那么我也把 BM 连上，把 BN 连上，让我证的是这个角和这个角相等。好，那有的同学说，老师让我证明它俩相等，我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我怎么来说明两个角相等？那你就转化呀。什么是两个角相等呢？角不就是和直线的斜率有关吗？你看，比如说这个角，我把它叫做阿尔法，显然它就是 KBM，BM 这条直线的斜率，这不就是弹进的阿尔法吗？那你这个角呢？这个角它俩一样大，如果它俩一样大，那它也是阿尔法。那么它就跟谁有关了呢？我把 NB 这条直线延长一点儿，
啊。点 B 的这个坐标我写在下边，我把点 B 标在下边，它的坐标是-2逗0。那么我把这条直线延长，对于 BN 这条直线的倾斜角，它是谁呢 ？X 轴逆时针方向旋转到和 BN 重合的时候，那么很显然它和它是对顶的，也就是呢把阿尔法移到这儿来了。那么这个角它是一个平角，把这个阿尔法和它是对顶搬到这儿来，阿尔法加上这个角就是整个一个平角，所以这个角呢显然就是派减阿尔法。那么派减阿尔法这个角恰好是 BN 这条直线的倾斜角，所以 KBN 它就等于派弹进的派减阿尔法，弹进的派减阿尔法等于负的弹进的阿尔法，也就是 KBM 加上 KBN 这两条直线的斜率之和，弹进的阿尔法加负弹进的阿尔法，它是等于0的。所以我只要找到它们俩的斜率之和等于0，我就会知道这两个角是相等的。只要找到斜率之和等于0，那么它让我证的这个就得证。好，那么我接下来就开始证它的斜率是不是0。它的斜率是不是0，我要把它们俩的斜率都表达出来。点 M 的坐标呢由于点 M 和点 N 都在抛物线上，抛物线的方程我还知道，所以我设坐标的时候就设其中的一个坐标用方程来表达另一个坐标。那么比如说它是 x1y，x1y1，所以 x1 纵坐标我用 y1 来表示，那么横坐标呢就是2/y1的平方。点 N 呢，如果纵坐标我用 y2 来表示，那么 x2 就是2/y2的平方。那接下来我要表示 KBM， 好吧 ，KBM 它就等于点 B 的坐标点 M 的坐标纵坐标之差 y1 减0除以 x1，也就是2/y1的平方减负2加2。化简一下，我们把它上下乘以2倍的 y1， 下边呢就变成了 y1 的平方，然后加上4。那么 KBN 呢也一样 ，KBN 它就等于 y2 减0除以 x2， 就是2/y2的平方减负2加2，上下都乘以2倍的 y2， 然后是 y2 的平方加上4。它们俩的和呢 ，KBM 加上 KBN， 它应该等于 y1 的平方加上4分之2倍的 y1加上y2 的平方加上4，上边是2倍的 y2。那我要继续整理，当然我就通分 y1 的平方加上4乘以 y2 的平方加上4。分子呢，2倍的 y1 它乘的是 y2 的平方加4，加上2倍的 y2。它分子乘的是 y1 的平方加4，我们继续整理成 y1 的平方加4，然后是 y2 的平方加4，分子呢是2倍的 y1 y2 方加上8倍的 y1 加上2倍的 y1 方 y2 加上8倍的 y2。接着整理 y1 的平方加上4，整理到什么程度呢？分子是集的形式，分母是集的形式我们看能不能有约分，能约分我们就约掉，不能约分就摆在这儿。
尤其呢，分子我要整理成 y1 加 y2，y1 乘 y2 要出现这种项 y2 的平方加4。那么上边的这个式子啊，这一项和这项结合，我把2倍的 y1 y2 提出来，第一项剩个 y2，第二项剩个 y1， 你看 y2 加 y1 有了，这两项一结合，加上8倍的 y1 加 y2， 所以呢，继续整理，分母就是 y1 的平方加4 y2 的平方加4，分子呢它又有公因式了 y1 加 y2 2倍的 y1 加 y2， 这是公因式，2倍的 y1 加 y2， 第一项呢就剩下一个 y1 乘 y2， 第二项呢就剩下一个4。好，接下来我就想知道 y1 加 y2 是什么 ，y1 乘以 y2 是什么。那既然这条直线都已经和抛物线相交了，我们当然要把直线和抛物线联立。那这条直线的方程我们知道吗？我们知道这个点 A， 它的坐标知道了，那么这条直线的斜率也一定是存在的，因为斜率不存在的我们已经考虑完了，斜率又存在，点又知道，所以 L 的方程为设它的斜率是 k， 那就是 y 减0等于 k 倍的 x 减2。既然直线和抛物线相交 ，y 等于我们那个式子里留的是 y， 既然那个式子留的是 y， 所以我最好是消 x。消 x 呢，我设横截距的设这个也可以的 ，y 等于 k 倍的 x 减2。抛物线的方程是 y 方等于 2x， 也就是 x 等于1/2 y 的平方，把它带到上边，消的是 x， 消 x 得我们就直接做了口算 y 不动，它就等于 k 倍的。看到 x 呢，换成1/2 y 方，然后再减2，然后我要把它整理成一般式，就变成了2/k 倍的 y 方 ，y 移过去减 y， 减去2k， 左边就是0。整理成这个形式以后那我再整理，直接做也可以。y1 加 y2 负的 a/b， 负的和它这个负号约掉了，就是 a/b， 2/k/1， 那它就是 k/2。y1 乘以 y2 呢是 a/c， 它等于2/k分之负 2k， 负 2k 除以2/k 乘以 k/2， k 约掉了，所以它是个常数，负4。好 ，x1 加 x2，x1 乘以 x2 我们都有了，接下来我就把y1 乘 y2，y1 加 y2 都有了，接下来我就把它往这里带，分母无所谓因为我不是期待它们俩的和等于0嘛。它们俩的和要是等于0，那不是分子等于0了吗？所以是2乘以它是负4， 2乘以负4，我就直接写了，它是负8，乘以谁呢 ？y1 乘以 y2 是 k/2， y 乘以 y2 是负4，负4加4是0，负8乘以0，所以它果然就等于0。两个斜率之和等于0，两个斜率之和等于0，那就说明你们两个的倾斜角是互补的。这个倾斜角是阿尔法，这个倾斜角是派减阿尔法，显然这一小部分就是阿尔法，它俩一对顶，它就是阿尔法，它们俩就相等。所以
得证原来的这个结论。到这道题做完，我们直线和抛线的位置关系，我们就给大家一共做了5道题，消化到这儿差不多就可以了。我们就要往下给大家讲新的知识点，所以呢，下节课我要讲新知识点。